早安，志内。今天要前往日本最北双岛之一的立考岛，大件行李放在志内饭店，轻装来去立考岛住一晚。渡轮码头离我们的饭店不远，走一下就到了。可以找人工购票，或是使用一旁的机器购票都可以。前往立考岛的单程渡轮最便宜的票价，每人3590元。还有这个，那还有那个，也可以讲说海浪高，风，然后现在几度，最高几度，然后去哪里坐船？渡轮码头大楼这里有纪念章。海报跟扶桑花。渡轮上也有他自己的纪念章哟。哦，水很多，没有人干，只有我干。出发，前往立考岛。整段航程约100分钟，比想象中的还久呢。立考岛的渡轮中心也有好多纪念章。这是立考。
这也是立靠，白色恋人之秋。这个是什么？就是那个枣，灯塔，那个头的枣。进来的那一个。这里有一间小小的纪念品店，有卖立考当地才有的纪念品。这个钥匙圈记录了立考岛的相关讯息与景点位置。这个手机吊饰的图样是这里特有的立考罂粟花。7月底的志内是全日本平均温度最低的地方，整体感觉就像春天一样。岛上的公车班次很少，搭大众交通不是很方便，所以我们也是选择租车逛立考岛。在渡轮站前领到车后，就开始我们的环岛行程啦。第一站要前往岛上知名的餐厅，这是一家每天中午只营业2.5小时的米其林餐厅，所以必须一早就来店门口登记排队，不然是吃不到的。登记完后可以在附近逛一下，这里有不少古朴的在地店家。这家我爱立考咖啡厅里面就非常漂亮，满满古风的木质结构与老家具，会逛到让人心花怒放呢。他们有保养过。现在学有类似的。回到味乐后，发现门口满满的人潮了。如果不是一早来登记，时间到才来排队，应该是吃不到。这里最有名的是它昆布汤头的烧酱油拉面。你泡泡吗？不会啊，是果汁啊，那我还准备好了，准备好要让它起泡泡了。最早上桌的是扇贝咖喱。哇，扇贝耶！第一次看到咖喱里面放扇贝的。好好吃哦。扇贝可以加量吗？你看扇贝，扇贝好好吃哦。那你把我浇的面倒出来。你就拉，拉起来。好啦。其实好多的。老实说，一开始并没有抱很大的期待。
比较惊艳的是它的汤头，淡淡的酱油味中有很明显的海带鲜味。三色饺子也点了一份。好吧，老实说，我吃不出来。这该不会是泡菜吧？吃不出来。平均一个人1500元。好吃好吃。我们第一站来到最北端的夕日之丘观景台。这个海岸边的小山是立靠岛观赏日落的最佳地点，但因为我们打算顺时针环立靠岛，所以就先来到这里了。必须要走一段路到崖边，走到一半可以看到像帽子的波摩西里岛。戴帽子，来看他戴帽子。走了好长的一段坡路，终于到了。好累，就是这样往那边拍。这个时间虽然看不到夕阳，但站在高处风景也是不错。看不到的立靠富士。那个不见了，被云遮住。远远的可以看到日本最北的里文岛。接下来我们往立靠岛最著名的景点之一鸡沼。从入口处要走一小段路到里面。这里最有名的是，天气好的时候，在湖面可以清楚看到立靠山的倒影，因此也有立靠逆富士的美名。很可惜的是，今天天气的状况真的不好。虽然今天鸡沼的光线不够美，不过依然是个清幽的好地方。另外，这里的环潭木栈道也可以来走一圈。原始森林的环境中有许多花、鸟、蝴蝶，漫步其中也相当令人心旷神怡。像落叶。3个小时。
开机早，继续我们的顺时针环力靠岛行程。下个目的地是位于东南方的利靠岛乡土资料馆。车停在我看一下，停在隔壁啊。不行，这大车。这是利用超过100年的建筑旧鬼斜村一场厅舍改装成的博物馆。馆内展示利靠岛的自然环境与近代人文。这是海狮还是海豹？在旁边。这海豹吧，都不看。已经很有神了。是的。当然，这里也有纪念章，不能错过了。好可爱哟！乡土资料馆，勾形、下形。对啊，尾巴才长。捅破了卡波。南极探车。这个木头做的很可爱。没有上盘。也有介绍很多近代著名使用的器具与工具。哇！小餐桌，他们不是那个服装具会放在前面吃。哎，那个cookie呀，这个是以前的碗。狮子头，可爱耶！电视哎，这个摆钟如果没有坏，它其实应该都好了。那个哪有以前那个没有这么高级，好不好？我们那个很烂，好吗？这间展示利靠岛的渔业相关的资讯。早年当地靠打鱼为生，所以渔业的工具非常发达。变得很少。有一个渔民住家内部的模型做得很棒。他在吃炉边烧哎。对啊。好可爱哦！他们是睡在上面哦。有陆地连在一起的，这里没有。来这里，跑到这边来。哎，我们还没到一半呢。对呀。好，白色电源哦。好，往下个地点移动。奥塔托马里藻位于利靠岛东南侧，是岛上最大的湖泊。这里也是一个能看到逆利靠富士倒影的地方。还有这里也是岛上热门的赏鸟地，有不少水鸟在这边聚集。
很可惜，今天也看不到利考岛的倒影。在这里附近有另一个知名的地标，驱车往附近山坡上前进，就会来到北海道知名饼干白色恋人它的商标上那个山脉图样的起源处。哦，对对对，这座山。对，然后它在云里。可恶！没有，那边还比较亮，这边是乌云。这边很亮。来都来了，还是要拍一下照片。下次找机会冬天来好了，说不定就能看到商标里面这白雪皑皑的利考山。杯子快点买，差不多。没有香港那个没有这么宽，它冰染线也偏，但是比较高。在左侧啊，我看到鸟居。路上我们发现了一个小小的海边神社，于是我们停下车来看一下。这是一座位于海岸边独立礁岩龙神岩上的龙神神社。旁边还有一个睡熊之眼，这里是熊的脸，在那里大。从标示牌往这个方向就能看到，现场实际看真的还蛮像一只熊的。一旁还有另一个奇景，我去带等你好，说我要去带。这个是人面岩，那个是个大叔，绑着头巾。今天在最后这时，发现利考山竟然探出头来了。一堆。我们最后绕了利考岛一圈，回到了夕日之丘展望台，来去看一下岛上最美的夕阳。利考山也变得越来越清楚了，这样利考岛之旅也算没有遗憾了。接下来就好好的欣赏这得来不易的夕阳美景啦。
friends all sitting laughing, but I just keep on napping. They're knocking on my door, but I'm not coming down. They say I'm acting crazy, but I just wanna lie in the sun. 伴着日落栏目，我们前往今天的住宿地点。它有格子啊，对，我听这个黑色方面那。里嘞，这家是位于利考岛西侧的 Island Inn， 是一家有大浴场的温泉饭店。它用踩的要自己发力耶。我们一起看一下房间。哦，有点回阿嬷家的感觉。云东阿妈家，很像。妈的超，超像的啊。我们先去开冷气。跟金杯子。冰箱。高档咖啡机耶，高级。厕所。你要冰的地方，这个。有的在外面。4人房的空间蛮大的。我们没有买晚餐，今天晚上吃泡面啦。早安，利考岛。今天的天气超好，利考山也出来见人了。夏季的北海道早上4点就天亮了。早上的那个时间点。这家饭店的早餐吃的还不错哟，我们去看看。这个是什么？可以吃到苹果汁的。漂浮番茄，还有漂浮黄瓜。有很特别的海胆炊饭。哇，乌尼。一个下去。也有海胆粥。新鲜甜虾跟鲑鱼子吃到饱，我的最爱之一，怎么能放过？这个蛮特别的，早餐竟然有白酒，还有蜂蜜与搭配的苏打饼、起司、坚果。再打一碗白饭，待会做海鲜冻。要先煮好一些。对对。海鲜非常新鲜，真的好吃。好。
在海胆饭上加入温泉蛋。破掉了。这个早餐吃得很开心了。刚刚在吃饭时发现窗外竟然有利尻罂粟花，竟然让我遇到这个只有在利尻岛上才有的花卉，而且还是盛开的时候，旁边一球球的很可爱。最后离开前到饭店附近的踏行峡公园看看。天气这么好，可惜今天得离开了。接下来前往渡轮中心那边还车，顺利还车后买好渡轮票，搭船回至内罗。今天的渡轮看起来比昨天的还新。很喜欢渡轮的和式地板区，在这边可以躺下来休息滑手机。行李放好后，我们去看一下这艘渡轮的设施。旅客主要活动范围在这2层楼，上层的中间有2等票座位区。位置非常多，不过大家都在楼下的和式区，所以这边的人并不多。前端有1等票的和式与景观座位区，要买1等票才能进入。今天没有人买1等票，里面都没有人。这个是2等票的船侧景观座位，可以看到室外风景。一旁有副桌子的座位区，可以在这里办公或吃东西。厕所颜色非常明显。大件行李也有专属的放置空间，而且有好几个放置区。还有儿童游戏室，里面铺满防撞垫。宠物也有独立的休息室。准备开船咯，我们去船尾看看。在船尾这边也有户外座位区。今天的天气好好，我们在船上四处看看吧。Just to get away. Take me back to the place I'm missing. Oh, I wanna catch a fever in the underground. No amount of nothing that can replace. I remember dreaming
也是约100分钟的航程回到稚内港咯。下船后准备再去把稚内没有逛完的地方补完，然后沿路逛休息站往旭川方向过去。